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谈的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律师任占民，用法律守护爱情，让爱永不变质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我一直认为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，现场早就该有一个专职律师。任律师终于坐在这儿了。所以我们这个爱情婚姻也是要讲理讲法、讲情讲义都有了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激情是爱情的花火，那理解才是爱情的根基。大家好，我是吕阳。幸福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，我一直都在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这官司有输赢，但婚姻里头可没有胜负。好，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2组嘉宾，请开门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小丁，24岁，来自山东；健身教练小王，22岁，来自内蒙古；美甲店店主，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的感情有什么问题？我觉得他就是没把我当成女朋友，但凡他心里有我，都不会和其他异性无底线接触。他一直不理解我，从来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过问题。一有矛盾，他没完没了的来怪我。你觉得你们感情会长久吗？我对他的感情已经被他消磨殆尽了。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，我真的接受不了了。长不长久不是他说了算吗？他一直各种挑我毛病，我怎么做都不符合他心意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呦，这听起来好像男生挺听女生的话，但是呢，再一看内容，这女生又管不住男生是吧？好多行为看不惯。就他不是干健身教练的吗？他异性缘特别好，他很多女性顾客，有什么姐姐，有什么妹妹的，他有女性顾客就得了，他自己没有边界感。他有一个姐姐，每次他业绩不够就给他冲业绩，每个月给他冲业绩。那姐姐在他那冲的业绩已经排到明年了，到现在根本用不完，这个月还过来找他冲业绩。然后突然有一天周六周日给他打电话小丁，我那个行李搬不动，你过来帮我搬一下家呗。人家屁颠屁颠过去帮他搬家去了。我说我美甲店刚开业的时候，我让你过来帮我忙，你说你维护顾客，你过不来，人家客户给他打电话过去帮人帮忙去了。他每次就从来这个节目也是他想来的，就是我日常生活中一直在挑我刺儿，你能明白吗？你先别说挑刺儿这事，先把这事儿说明白了。我干健身教练，他就跟这个销售行业多少沾点关系嘛，对吧？我去帮人搬个家，对吧？就我有点女性客户很正常，就是我就是觉得那个女生对他就是有意思，不然不可能一直在他那冲业绩啊。而且那天晚上那顾客给他打电话说，哎呀，我看你这个月业绩又不够了，要不然咱晚上出去吃个饭呗，正好我给你冲点业绩。完了还带一个闺蜜，俩女一男出去吃饭。我说行，你为了咱俩小家你挣点钱不容易。我说那你去吃饭，我给你打电话呗，我宣示一下主权，你就别挂了，我听你们唠啥大半夜出去吃饭，那我不得听听说啥吗？对呀，人家走之前答应老好了。到地方电话死活不接。为啥不接电话呀？吃饭也是跟这个业绩有关系。就是因为我刚步入这个健身行业不到2年。这个姐呢是我的一个前辈说，哎，小丁，我看你可能缺客户，我这是一个优质客户推给你，你剩下你自己去围。他给我们2个人一起冲业绩，对吧？我们2个原本寻思，哎，这个姐既然给我们补业绩，我们不会扣钱。我说不行，我们请这个姐吃顿饭呢。听懂了，你们2个同行请这个同一个客户吃饭。对，原本是这么说的。结果呢，我那前辈呢10点多人家没下班，人家姐就听说，那这样吧，我正好有一个闺蜜刚回北京，我说这样，我请你们2个吃个饭，正好她原先有运动习惯，我说你看看你给她制定个计划。这都听懂了，那你为啥不接电话？正在聊着这个单的时候突然给我来一电话，我就下意识给扣了嘛。后面呢给我打，然后人家姐说，哎，小丁啊，你女朋友不放心你跟姐姐出来吃饭是吗？就我脸上当时就挂不住了，我本来就在聊正事儿，对吧？而且回去我就跟她说了，她不信。我就感觉那姐老给他花钱就是对他有意思，那我宣示一下主权怎么了？他们俩发的微信内容你之前比如说看过吗？我不怎么看，而且他有个工作号，他那个微信老是发自己摸索腹肌啥的。我看完也迷糊。哎呀，我发这个视频的本意就跟他们用微商一样，就是
私域引流，就是给自己转介绍客户过来。关键问题是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客，你至少选择一个让女朋友能够接受的、理解的方式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这是其一。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愉快的吗？他那个顾客妹妹，哎呀，刚才是姐姐，现在是妹妹呀，头大呀，老有意思了。大半夜10点多刚到家，我说，哎呀，累一天了，终于休息了，回家我现在吃点啥呢？完人转头接个电话跑出去了。我说你干啥去？我拦他，他说，哎，我回来再跟你讲急事儿。我就等他，我等他等到凌晨1点多，我说咋还不回来？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给打电话又不接了。就联系不着他这个人，一出去死活联系不到他这个人，不知道干啥去了。我去救我一个会员于水火。他凌晨3点多回来，老4号了跟我讲说啊，他顾客妹妹在夜店受着别人骚扰了，完了相信他，给他发的消息，他过去说他是那顾客妹妹男朋友。他说的是事实不？是事实，就是我。那你为啥不提前告诉他一声啊？就是真的就是事发突然，而且我叫了一朋友跟我一块去的。而且我能主动说出来这事儿，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人。不是，人家那个客户小姑娘没朋友了，非把自己健身教练叫去啊。那小姑娘，哎，在这块生活这么长时间，就没有其他异性朋友，就盯着她这个健身教练了。刚办卡没几个月，哭半夜给人叫走当男朋友去了。他一个劲跟我说什么那小姑娘老单纯了，怎么样，不能。然后结果人家小姑娘来我店里面做美甲，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是这小姑娘。来我店里做美甲，我怎知道的呢？我员工给她做指甲，她一个劲挑刺儿，她鸡蛋里面找骨头。完了后面我员工说，哎呀姐，她又来了，我不想给她做指甲了。我说那我来吧，我给她做指甲，上来第一句话问我，你是小丁女朋友吗？那个他上马过来当我男朋友了，我挺喜欢他的，反正人家没结婚。嚯，我们公平竞争嘛，光明正大来我店里面宣示主权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确实，我也不知道他能干出这事儿来，就是女大学生，我看着就跟小孩一样。你知道他喜欢你吗？我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，后来我把这个会员转出去了，我不挣他钱了。那小姑娘不来我店里面闹这一出，我跟那小姑娘吵吵起来，我员工看我笑话，他能把课转出去吗？那你咋把这姑娘还弄到你女朋友的美甲店里去了？他怎么知道美甲店地址？他纯心机，他每次说给我介绍顾客过来。不是我怎么就心机了？哎，你每次给我介绍顾客过来，都不是你暧昧对象吗？要不然就是啊，这个对你有意思，那个对你有意思，过来介绍我店里面给我找麻烦来了。哎，你有想过哈，你男朋友咋就那么招这些姐姐妹妹的喜欢呀？我感觉他就是跟异性没有边界感，就唠着唠着就什么都想唠，唠着唠着就来感情了呗。人家肯定就觉得啊，他可能就是也有这种想法，有这种心思，那我就往上来点呗。就我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表明了，甚至我怎么会把他们介绍到我女朋友店里面？那姐也是说，我看你这个手上美甲这档次挺高端，我说我这个我对象他美甲店这水平不次于那种北京的1000元级别美甲店做出来的，我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对他有想法的姐姐又介绍我店里来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只能替他解决这些事儿了。跟着你的那些会员练的都怎么样啊？我敢打保票啊，就不管是男性和女性，就练的就是可能在1个季度之内的，它的变化特别显著。听明白了啊，这个美甲店现在生意怎么样啊？美甲店最近生意被他搞的呀，我都老闹挺了。他咋了？他不是说给我介绍顾客吗？完结果转头有一天，那天周六周日嘛，顾客人多，他过来找我，完了看着我那顾客，上去就跟人家说，哎呀姐姐，我觉得你这个身材吧，可以健身锻炼会更好。追着我顾客屁股后面问，多亏是我老顾客，我现在都被他给介绍的害怕了。后面我跟他说这个事儿了，人二话不说，自拿自己那个露半身的那个腹肌照片上我那个店里面贴海报，那么大一张海报贴店里面了，说什么啊那个1对1私教课包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。然后我和我合伙人一进店一打开门，我俩都傻眼了。我合伙人还跟我开玩笑说，涵涵你对象挺心机啊，翘小脚都翘到咱店里了，你贴广告你都不跟我说一声。哎呀，不是他添油加醋，就我的本意从来不是他说的那种。他贴海报可是没跟我讲，默默贴上了。这店是我俩合伙开的吧？你不跟我讲一声，你跟我合伙人讲一声啊，问问人家意愿啊，人家也掏钱了，之前没打招呼是吧？对呀，任律师，你说他提前没打招呼，我合伙人管他要广告费，不应该的吗？他出了70%，他占大股啊，任律啊，我这个东西我不太懂啊，他算个体工商户吧，也不是什么股东那种什么东西。你说大头，你一句话说了算，你让我贴了呗。任律，你可要搞清楚，他根本就没跟我说，他都没跟我讲。
直接贴那块儿，后人过来找那我我跟你说，你能让吗？教练，你不管人家的是个体工商户，还是合伙企业，还是有限公司、股份公司，你把海报贴到人家店里面，你肯定经过人家同意。听着了吗？听着了吗？哎，涵涵，除此之外，你是不是特喜欢你这男朋友呀？主要是我就是没有谈过这么长时间恋爱嘛，因为我俩谈了1年多了，而且我们就是都互相见过对方父母啊，就两方父母都没有碰面，但是我们单独见过对方父母，然后都特别满意，都特别开心，而且你父母满意他啥？觉得他能带我，就是因为他是健身的嘛，他能带我就是锻炼锻炼，因为我从小就比较懒，主要是我见他爸妈的时候，他爸妈不想让他干这个工作，他父母就想让他考个公考个编，看出来他不想了，我说你。就确实就是他不太想，他挺喜欢健身，而且他现在在健身这行业做的也挺好的，每个月收入也还行。我说实在不行让他试试，我好说歹说给劝劝，人妈妈跟我讲说实在不行我们出钱让他在青岛这边开个健身房。我说那也行，我回去跟他讲讲。然后他这边就不乐意了，我说啥他就非得跟我反着来。其实一开始想过这个听爸妈的劝，对吧？回山东考公考编嘛。对吧？确实稳定，因为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，这个行业对我来说干不了多久，但是我也刚毕业嘛，就是我刚步入这个行业，1年能挣快20来个，对于我来说我就很知足，而且我觉得就是通过我的努力，我可以自己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。所以你的职业规划是目前打算在北京？对，就我还是打算想在北京这个地方。那将来呢？回老家吗？对我来说，我可能需要挣够我这个本金，我再回去自己开一个店。对，我自己开。多少就是挣够的本金，或者有几年能挣够这个本金？5年。不想花父母的，那我们就当借的，到时候赚了还。而且我说我北京店都不要了，我直接就是给我合伙人了，我再陪你去青岛再开一个。而且人妈妈也跟我讲了，哎呀，涵涵你俩快毕业也出1年多了，再过个1年2年，你俩也该结婚了，不应该考虑考虑稳定啥的吗？而且他这个工作根本不稳定。你说每个月有的时候业绩好，有姐姐给他冲业绩，有的时候那姐姐不在，不给他冲业绩，他根本不稳定，他这个工作。行，这个看来对未来的这个规划，两个人想法也不太一样。那我问问小丁，你这女朋友你还喜欢她吗？喜欢啊。喜欢她啥呀？喜欢我给她解决那些屁股后面的麻烦事儿。啥麻烦事儿？她那些姐姐妹妹都得我来解决。解决啥？听不懂哎。就像那个妹妹，觉得就是那妹妹觉得她是她男朋友了，后面跟我说啊解决不了了，完了之后又我来解决。我是正牌女友，我又生气，完他又跟我说啊，我一开始不是这么想的。哎，你觉得你男朋友还喜欢你吗？我觉得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他心里面但凡有我，他就不会跟其他异性搞成这样。你心里还有他吗？有啊，肯定有啊。怎么证明你心里还有他呀？就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，但其实平常对他还是很照顾，就是细节细枝末微的，就是都是在照顾他的。照顾他啥了？就比如说他的这吃饭啊，对吧？出行啊，对吧？还有他一天的安排，比如说他休息啊，都是我来安排去给他准备。这个你做健身教练啊，其实我觉得你女朋友啊，比较客观说哈，有练习的空间。你咋的给那么多姐姐妹妹锻炼身体，给他们更好的身材，没有让她变得更好一点呢？我老来气了。我跟他处对象之前我120斤，我跟他处对象1年多，我胖了40多斤。他健完身，他要吃宵夜，他吃完他自己锻炼消化了。我本来就懒得动，而且我一开始就没有吃宵夜这个习惯，他天天拉着我吃，天天拉着我吃。你俩除了这些工作上、健身上，你们还有其他共同的生活、娱乐呀什么的，能够放松一下，别想工作事儿，别想什么姐姐妹妹的事儿，有吗？有，我们一般就是工作完喜欢打游戏嘛。我认为跟对象出去打游戏，最重要的是心情，开心就好。不要在意输赢，一打游戏他就骂我菜，一打游戏他就骂我菜，后面干脆不带我打了，跟兄弟包宿去了，完天天不回家。老师你说我咋办？哎呀，咋办呀？不知道咋办啊，反正听得特别闹腾啊。说说你俩的诉求吧，这么多不和谐的这个音符。我其实就想解决一下他跟异性关系这个没有边界感。如果解决不了呢？解决不了的话，我感觉没必要在一起，就是浪费时间。可以做出让步吗？退步？回青岛啊？也可以。哎呀，行吧。那你们这一对是夫妻还是情侣？情侣，也是情侣。你有什么观点？感觉他俩处挺累的，但这老妹儿挺喜欢他。但我想跟这姑娘说，以我过来人的角度，建议你这莺莺燕燕一定得掐住了。
这个掐不住的话就不要了。来听听我们导师的建议啊。丁教练，我感觉是这样，那不但有优越感，而且你还很享受这个过程。你在一些关键事实方面，你含糊其辞，解释无力，反正没有取得我的信任。就是现在丁教练现场的状态，我认为他短时间之内是改变不了的。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在北京这边肯定是改变不了了，所以我想给他一回机会。我说实在不行就听父母的，回青岛开个健身房。这就是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，你就是换一个空间，换一个地点，他还会有新的会员，女性会员。所以我就想，如果他回青岛还不改变的话，我就跟他说再见了，我就感觉没必要了。第三点是这样的，你就是再忙，你不管是和客户也好，我们都有我们的自己的工作呀，都有自己的客户呀，都有自己的领导和同事呀，但是这个不影响接电话。你说那些理由，说实话，我是根本不信。我不相信，就说你和一个客户当着客户的面，去接你女朋友的电话，他会认为没有面子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客户宁愿不要呀，我得选择女朋友呀。我不希望这样的客户存在，制造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呀。你包括你和那妹妹也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如果我凌晨3点出去给一个妹妹当这个男朋友，我女朋友不舒服的话，我会宁愿不去。你看你在台上，你根本说不清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可以给机会，但是说实话，我信心不足。我们有一个词叫钟情妄想。什么叫钟情妄想呢？就是一个人，我甚至没有见过对方，我就看着他的照片，我就能假想这个人爱我，但是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正常，是妄想。那什么叫正常呢？他一定给了我什么暗示，我跟他应该有机会，我甚至跑到他女朋友店里，是咱俩公平竞争吧。我要完全没理由我干出这事儿，是我不正常。你认为他所有的姐姐妹妹都不正常吗？也不是所有吧，就有那么几个。我对他为什么这么喜欢，是因为就我无意中提起一个小事儿，他转头就带我去，就这么一个小事儿，他都记得。涵涵，你理解刚才我在说什么了吗？我理解。如果他们的思维是正常的，我胆敢登堂入室去跟你示威，一定有逻辑原因。我问一下啊，丁教练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就是你周围那些女性客户，他们的逻辑判断有问题？他们纷纷判断你绝无可能，然后他们削尖了脑袋追着你，哭着喊着不行，我得跟你的女朋友去较劲。这个具体原因确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就没有责任，我不知道，对吧？他们就那么想不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你都不喜欢，忍不忍啊？我就是无辜的。不，你会忍的，你会忍的。你已经主动替他跟他妈妈周旋了，你会忍的。你已经打算付出自己事业上的所有的努力和积累，你打算跟着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从零开始。他们表达明确了，我不愿意去，你还主动贴上去，求求你去吧，去吧，我们快去吧，这就是你的状态。刚才小金一直在跟雷老师就顶着说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呀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那才更可怕呢。你无意识的去做出很多行为，让女性对你产生误会，这不更可怕吗？你人格特质就是招蜂引蝶呀，谁敢跟你在一起啊？你刚才言之凿凿的说，我可能未来5年吧会稳定下来，也会考虑什么婚姻家庭，就最终你还是希望有归宿的一个人，是吧？对。你要说我终身驰骋在旷野上啊，到处都是花儿鸟儿，那你随意，那是你的人生。首先你心性在这种没有边界的交流中，慢慢就变得非常的没有边界了。我还是建议男生啊，就是我们工作获益的方式有很多种，选择我们干这行用技术获益，而不是用我们的情感，所谓的贴心啊，或者是柔情啊去获益，因为那不能长久。真正让我们在专业领域立于不败的，一定是我们的专业技能。你收心啊，告别一下你不太好的，或者是不太能够长久让你维持你的生意的、你的事业的这种行为模式啊。虽然我不懂职业规划，但我觉得你的方式不对。涵涵，我想说的是什么呀？其实你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子，才22岁，自己到北京闯荡，自己创业，开一个小店，对吧？能撑起一方天地，你是内心有力量的姑娘。但你把这个力量用来帮他挡莺莺燕燕，你真是劲儿太多了，没地儿使你。
我们择一良人，他也不能说他就是个坏人，但至少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去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不具备成为你这样一个很认真，她是个很认真的姑娘，很认真、很专情、很努力的姑娘的伴侣，你驾驭不了，你也承受不了，也没必要承受，你就不能找这种类型的，你完全不能理解他，不能接受他，无法共情，只会给自己带来伤害。最重要一点，他也没有那么喜欢你，他丝毫不顾及你的感受。但凡你在他身边的价值超越了你现在更多一些，他觉得那我算算账，外边的姐姐妹妹不如我女朋友值钱，不如我女朋友珍贵，那咱收收心吧。你也没这分量，一他没那么爱你，二你所爱非你此刻的良人，所以告别一段让自己消耗的关系，我觉得是明智的选择。我不知道这场上会不会我是唯一一个会相信你的人啊，小丁。我觉得你嘴太笨了，我帮你说两句。我觉得他真的不是在养鱼，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去增加客户粘性。这个我相信，但是方式我不接受。我不接受他的方式。但是这个当中呢，可能会因为我们刚才一直都纠结在边界感这3个字上嘛，我觉得从涵涵的这个角度，你认为他是在有意的模糊掉这个边界感，但我怎么感觉他脑海当中压根儿就没有边界感这3个字。所以我其实挺想问一下小丁的，你爸爸妈妈当中是不是有至少有那么一个人是社交达人呀？2个人都差不多都是社交达人吧？因为我们通常觉得没有边界感的人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你背后的那个家庭里可能就有没有边界感的这种习惯。所以涵涵你刚才提到了说我跟你回青岛，我告诉你真回青岛了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可能会遇到了一个不停介入到你个人生活当中的婆婆和公公，因为他们不觉得这叫打扰，不觉得这是规划，他们习惯了，他们觉得这是亲密，我把你当朋友，我把你当家人，我才这么对你，他就这样。所以你看他刚才他努力的表达，其实他什么都表达不出来，因为他骨子里是认同他的这种方法的。那小丁，我要告诉你啊，你得学会拒绝，你要的尊重就是他学会拒绝。对，但是你这个拒绝对你来说太难开口了，因为你爸你妈可能都没这么教过你，觉得人家但凡能找得上你，你尽己所能就得帮这个忙，就是太热心了，太习惯了，没有边界感，不仅是跟家人没有边界感，跟别人的相处可能也没边界感，并且乐在其中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对你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。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身边朋友嘛，他们就老跟我说男人爱一个人就是钱在哪他就爱哪，就是他所有赚的钱都是就是在我这边，他也就留一个生活费啥的。包括就是因为我见过他父母嘛，他爸妈是经历了7、8年的爱情长跑然后结了婚，所以说我就感觉他父母觉得你也专一的一个人。不是，我觉得他父母就是都很专一。我就觉得就是教出来孩子专一和边界感模糊，这个根本就是2个概念，就没人说他们2个人在边界感上没冲突，你俩有冲突，而且钱在哪儿，爱就在哪儿。你不要用这种只言片语、碎片化的东西去指导你的人生，指导你的爱情观，最怕这个东西了。你得知道前因，你也得知道后果。健身多久了？大概2、3年吧。2、3。
坐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江，37岁，来自黑龙江；个体小云，39岁，来自河北，自由职业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的感情遇到什么问题？我之前离异受过伤，他想跟我闪婚，他说先结婚再培养感情。我本来刚从一个坑里爬出来，感觉自己又要进入另一个坑里了。他老忘不了他上段婚姻，我帮他赶紧走入下一段婚姻，我为他好，我有什么错啊？你接受不了对方哪些缺点？他经济上不让我管，还给我提供不了情绪价值，而且他的心理年龄上就像个20岁的毛头小子，我没办法陪着他成长。我天天阳光开朗，他一身负能量，还特别双标，总跟我没事找事儿。哎呀，这俩人彼此都是对对方的不满哈。我最听不明白第一点就是，这咋还你着急跟他闪婚，要给他疗伤啊？也不是闪婚，就毕竟年龄在这上嘛。3个月还不叫闪婚，先后恋爱不一样吗？你们俩才在一起好了3个月。我们俩刚开始的时候，好到3个月的时候，他就要跟我闪婚然后这相处这1年当中，不光这一件事，还有好多事儿呢。这次来这儿也是我要来的。不是，那啥叫这个？什么叫先结婚后培养感情啊？这是男方说出来的哈。对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是过来人，我经历过一段，我知道这个进入婚姻之后，他就不可能培养出感情来，他只能消耗以前的感情。所以我们我这不没经历过吗？就你经历过，我们必须。我不告诉你听我的了吗？先谈恋爱有啥区别吗？他现在就总是呛着我说话，所以我就说，我说分了算了，我们就不要再处了，还有什么可处的呀？然后他就说，他说你就没想着跟我好好过。然后我来这儿也是想各位老师来听一听我们这个相处1年的时间的这些个事情，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？行，咱一点点说起来哈。先冒昧的问一下，您离婚多久了？我离婚到现在有4年了吧？离婚有3年的时候遇到了他，我那个时候也不想老活在过去嘛，就想着也是开展一段感情，往下走一步吧。然后就去相亲，这不就认识他了吗？他当时给我的感觉特别好，看着特别老实、单纯，然后对我呢，可以说那个时候就属于挺会哄的，也百依百顺的。然后我也有点恋爱脑上头吧，我们俩就相处了。然后相处之后的话，这个问题就频繁出现。第一次出现问题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情况？最先的不就是这个闪婚问题吗？我呢，因为上一段感情的时候有过2个孩子，原因是因为生2胎的时候是个早产，2斤多重出生的时候，就算保温箱里边出了院了也才4斤重，所以我就照顾的比较细致。那个时候对于我前夫就有点疏忽，他就出轨了，我就那时候就终日的就以泪洗面，反正我这段婚姻肯定走不下去了，就分开了。然后我被诊断出来有点轻微的抑郁，所以当他刚刚开始跟我提出这个要闪婚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接受不了。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从那段婚姻当中走出来了吗？有一点情绪上的问题吧，就是一想起以前的事情来，还是会激动的这种。后来在我的逼问之下，我才知道，他的父母想在他38岁之前让他结婚，然后会给他70万。一听我这不就又来气了吗？这不是拿我当工具人吗？为了给他，因为他那会儿结婚那会儿吧，他那个好多东西没享受到，50万买房子，20万给他当彩礼。哦，这样哈。最主要他说那50万买房的时候，为什么是我掏50万，他掏50万呢？他说将来的时候好分。不是，那不得提前想到吗？你看我问你，有什么毛病吗？不是，先生，你娶一个人是因为你爸你妈能给你70万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就是认定了，要不能提结婚呢。你认定他啥了？都挺好的，性格啥的，还有这性格上来，好，长得像贾玲。不是，你是因为喜欢贾玲老师，然后把她当了一个参照物？也不是，但是也差不多。就不高兴的时候，一看她笑，就感觉啥烦恼都忘了。就还是主要因为喜欢。但这个先结婚后恋爱这个事情，在我这儿我就过不了那个坎儿。你俩不是谈了3月恋爱了吗？对，也是谈3月了的。他说快。在我看来，这3个月有点太短了。人家来我们这儿，大部分都是因为谈了好长时间不结婚，这要闹分手。不结婚，你们俩因为结婚太快。我这着急结婚还成错了。着急结婚还不好说对错啊，咱得一点点聊。那既然谈到结婚了，双方父母都应该见过了是吧？我去见过他父母了。你父母什么意见呀？对这个女生？他父母倒是还挺喜欢我的，人家父母也说了，不逼着我们结婚，也不逼着我们要孩子。他父母挺开明的，说看着我挺靠谱，说他之前谈过5个女朋友呢，都没有我靠谱。那是带回家的5个，
对，是，然后但是只对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其实平时摆夜市也挺辛苦的，一个月能挣1到2万块钱呢，但就是剩不下钱，有的时候还欠饥荒，跟他父母要钱。我也给我父母花吗？挣钱呢？那我平常花多了要点钱，这也不犯毛病。反正他到现在就1分钱没剩下。然后他父母就跟我说管着点他，因为他和他前女友贷了30万去开了个母婴店，然后他就给人家还着贷款，最主要现在分开了还给人还着呢，每个月还4000块钱。我就觉得你在养着他呢。现在他困难，我帮他还怎么了？他困难他自己不会想办法，用你给他想办法呀。不是，这店到底是谁开的？女朋友开的还是你俩一起开的？就我俩一起开的。但是他女朋友贷的钱。赚的钱有你的吗？这不就是赚的钱1分钱没看着？也没太赚钱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不行，咱们私下去找你前女友去聊聊，看能不能写个协议啥的。你非参与这事干啥呀？就不让去谈这个事情，然后就给我惹急眼了。我说那我就起诉他，然后他就来一句你没资格起诉。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这个事儿了，因为他妈妈让我管的嘛。他妈妈就跟我说，他要说你没资格，那就我看我有没有资格，我去起诉去。然后刚好今天我也想问问任律师。就是他父母起诉的话，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？他父母也没权利起诉啊。他父母呀，不是开那个店的当事人，那当事人只有2个，一个是他，一个他和他前女友。所以你看，你就不聪明，女士。你要嫁他，跟他谈条件1、2、3，这是一件事儿。是这个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他花钱往大手大脚，他跟他就是狐朋狗友们。我那朋友叫狐朋狗友啊。就是狐朋狗友，就出去吃个饭，然后交朋不出去吃喝都是他请客。然后最主要，人家在桌上一提说，哎，我买辆车差个2万块钱，他叭就给人转过去，就像个大冤种一样。什么叫冤种啊？你会说话？最主要他不是这一个啊，他有好多，然后都借出去大概有10来万。那天我俩轻微算了算，就你们相处这1年的过程，他就借给别人10来万。对，这1年和你女朋友谈恋爱，借给别人10万，请问你给你女朋友花了多少钱？我也给他花钱，那不耽误。不耽误呀，也就是吃个饭啥的，有的时候会浪漫一下，就是吃个西餐啥的，别的没啥。买衣服啥不买吗？不也买吗？啊，就你看他大方，咱不能灭良心说话行不？大部分也都是我自己买。那你在女朋友身上就共同消费1年多少钱？1年呐？啊，1年怎么也有几万块钱了？哪有那么多？我觉得没有，在朋友身上花出去的可比我的多了。那他存钱吗？他不存，他哪有？这个我就跟他妈商量嘛，我说这个你看他这花钱都花出一时半会儿他也改不了，我说要不然给他设立一个账户，就定期的往里边存个5000块钱，也不多吧。从我俩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吧，那个账户里边就5000块钱趴着，后边再也没有钱进去过了。哎，你自己有工作？我得有钱存呐，不用了吗？花了吗？都借了吗？我还不知道存钱好吗？哎，女生你自己有工作吗？我自己不太稳定，就是瑜伽老师，有的时候会出去带个课，但是不稳定。那你这收入生活来源靠什么呢？这个说到就是有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，就是我跟我前夫我们共同创业一个2手房公司。当时注册这公司的时候，是我考了一个全国经纪人证，在这个公司里边一直在用着。然后分开的时候呢，市场不太好了，他说这个店就他留着做了，因为我后来在家带孩子，我确实也没有再出来做过了。但是证呢，他就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固定的。就算是租了，你为啥非得要他那2000块钱呢？这你不愿意是吧，先生？你不愿意他前夫那样？对，他就是忘不了他上段婚姻，我觉得他还觉得我前夫养着我一样。哎，其实我在我前夫那儿本来就损失了很多利益，他欠我的呀。不是男朋友，那你每个月给你女朋友发工资呗？也不是发工资，但是我觉得你一个男的，你说让女朋友让他前夫养的，那人家没有固定收入，你给补贴了吗？你前女友每个月的钱你还帮她还呢？真是！你从你和前女友那段感情里走出来了吗？走出来了，你还给你前女友钱？我觉得是两码事。那他那收2000块钱，怎么他就没走出来啊？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儿，他还跑到我前夫那个店里边去闹了，就因为我不去要，他就跟我前夫去说，我们真的离婚有3年多的时间吧，到现在也就快4年了，我从来没跟他联系过，但就因为他去闹，人家给我打一电话说你找了个什么二愣子呀啊，你这品味现在也越来越低了啊。他跑过来质问我，要不然把店给你，要不然咱俩复合。他凭什么？那我不为你好吗？去找他呀！我当时一听，我这是浑身就难受的要命，我就一句话都跟他说不上了。你就把那事儿上哪儿不都能挣钱吗？你说他做这事儿哪像37岁人做出，这不就是一20多岁毛头小子做的吗？而且他就往外撒钱，就像那个地主家傻儿子一样。说谁呢？你这在这？就反正就是他妈也管不了他那钱，我也管不了他。
哎呀，行，这你们俩这一年就这么过日子啊？每天锵，也不呛，你平常也不呛呢。啊，他意识不到，其实他老这么炮轰我。不，你这炮仗也挺大，人家都不小啊。除过我们这个钱呀啊等等这些事儿，你们俩自己的感情的交流，感情的培养，这一年怎么样？因为我是因为感情问题。然后跟前夫分开的，所以我对于这个异性关系确实一直都比较的在意，所以我也经常旁敲侧击的就问他啊，然后问他身边有没有异性朋友这些，他跟我挺老实的交代说他没有，然后我们有时候出去玩什么的，我确实也能感受到啊，他身边没有异性朋友，但是他也跟我交代，他说他在网络游戏里边，他有一个玩的特别好的一个女网友，挺长时间了。天天以老公老婆的相称，在我看来，这个他就是情侣关系，然后他还都已经给人家那个女网友花了7、8万了，就是累计下来。我是那游戏里花的，反正就是累计下来一共7、8万了。然后人家生日他都记着，999朵玫瑰给人家送着，是那个游戏里的玫瑰，那也是一种爱情的象征。在我俩连微信啥都没有，只在游戏里，只限于游戏说话。那个游戏的7、8万是人民币7、8万，对。就玩游戏花的，就是因为我也不玩，反正这都是他跟我说的。游戏玩很多年了，这最后怎么解决的呀？这问题我给他删过一次。这游戏这事我前女友都知道，就到你这怎么过不去事儿这么多？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个受的伤，我不是你怼他呀？你前女友知道不阻止，你找你前女友去，你找我干啥？真的是，不是你删了，你也是不尊重我呀？他删了，他现在还想着他前女友的事儿呢。不是我给他删了。那女友删不删无所谓，但我那游戏玩那么长时间，我删完了以后，你说我他要偷摸下回来了。游戏上的老婆删了吗？没删，但也不联系了。但我那游戏没删，主要是。那你对你的想成为你爱人的这个女性啊，这个女人，你满意不？挺满意的。他现在说满意，他特别双标，他自己的这个男女问题，他自己的这个男女问题没解释清楚吧？他还说过我。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抑郁的时候，我就好写个网文啥的，写个文字啥的，能输出。然后呢，写的水平也一般，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，所以呢，我在网上面就有一个山东的老师，我都不知道人家长什么样子啊，就相当于一个引路人，就是每次我写完那一点东西，我就会给他看一看，然后给我点评，我再发到网上去。所以呢，我就跟他交流就比较频繁，就这个他就不行了。他就说他说我精神出轨，那你这不叫双标吗？我这游戏女朋友不行，你这天天这个笔友就可以。他笔友管人家叫老公了吗？我那应该是没有。过生日送999朵玫瑰，那他这个也不太正常啊，他这属于精神出轨。我们连一支笔一个纸的交情都没有，我可不记着人家生日。那有了吗？他就非得让我删了。然后还说你网文也不要写了。其实这个在我最黑暗的时候，这个就像我的一个救命稻草一样，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面的一个抒发，一个情绪的出口。所以他要让我放弃这个的话，我其实是有一点点难的。哎，你现在情绪的出口不应该是你的现任男朋友吗？一开始为什么我们两个能好，然后还能现在走1年多，就是因为他一开始给我带来过美好。但是他现在不是这样了，他现在就是我说的任何一句话，他都要怼回来，然后经常性的。那你说的不对，我还不能说了。他还打压我，他有的我就不吱声，天天跟你在一起。他有的时候对，就像这样子，总是呛来呛去。他打压你啥了？女人其实都是听觉动物，她如果说点好听的，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过去。就我就是喜欢宅在家里，不喜欢出去。他就说我像缩头乌龟一样。每天就都知道在那里躺平，我那只是我的一种很舒服的方式。就哪怕有的时候我刷剧，他过来他都会说脑残才看这个东西呢。然后之前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面，我们俩因为什么吵架我忘记了，但是他就当着很多人的面，他就说我你们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我当时特别生气，我就走得特别快，我就不想理他，然后我就自己先冷静下来之后，我再去跟他交流。然后因为他练过摊儿哈，他嗓门也大。他就在那整个小区里面去喊我的名字，然后还说了一些特别难听的话。我叫你啊！我说，他指责我，你上一段婚姻失败，一定就是因为你这么作的。你现在还不知道珍惜我，你就这么作吧。在小区里啊，喊着你的名儿啊，使劲喊，我这嗓门就大，但我就随口一说，让他给我开门嘛，他给我锁外面了。
本来我现在其实就是有点社恐的。这事儿我给他赔礼道歉了，确实我不对。这不是赔礼道歉的事儿，这个他有的时候我这个过不去。我现在如果看到邻居们在一起聊天，我都觉得是在议论我。有可能。对，我真的是这种感觉。他找那男的在门口骂人，你得走出去。这有啥可害怕？大大方方说呗，怕啥的呢？本来我是想治愈的，我是想从以前那个情绪里面走出来的。然后他一个劲儿的把我推向以前那个，他说你去面对，你去面对。我本身我就面对不了，我连普通的人现在我都不想在人群里边，我都觉得打交道特别累。他现在打压我成这个样子，我都想逃离他了。上一段婚姻给你后来带来的这个影响或者状态是抑郁哈？对，这段感情给你带来的是。现在也有一点，就是那个抑郁感又回来了。我觉得你现在是焦虑、躁狂，对，有一点。反正有的时候我也会失眠，会急躁。就是我本来已经在调和自己，不让自己急躁了。就是那3年的时间，我已经在练瑜伽也好，还是怎么着，写文章也好，我已经让自己安静下来了。但是因为他的出现，就是现在我都有一点莫名的就会想哭。所以你们的状态，一是感情上我们要去想想何去何从，二真的要从我们的心理健康上也要考虑一下。怎么调整？我们看看这对小情侣，你们听完他们的有什么感受啊？就是姐姐，我觉得你心里最重要，你不要就是让任何事情就是去打扰你内心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好的把自己拽出来了，你就千万不要让自己陷下去。无论什么事情，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地方。大哥，我能明白你对你兄弟花那些钱是什么意思，仗义嘛，对吧？但是还是要把你未来老婆放在首位。来听听我们老师们的建议啊。现在结婚肯定不合适，你们还需要再接触一段时间。第一，你们现在双方呀，都得和各自的过去说拜拜，划清界限，这是前提。男士这边前女友还有那个游戏中的女友，不要有经济往来。这个我明白。第二个，女士是这样的，原来你的创业的那个店还在吗？你的在呢，他在你的资质现在还在用是吧？对，我觉得男士说的也对，一个2000块钱何必呢？干脆别要了，你别因为这2000块钱影响你们这段感情。这些事情和你们将来比起来小事。第二个，我感觉男士这样，你这个不懂得如何持家和顾家。虽然你也能挣钱，但是你存不下钱。对，我存不下钱。你存不下钱，这个女士呢，她就没有安全感啊。你得调整一下，如何理财，把这个钱规划好。女士，你一上台，其实你的整个状态是焦躁的，很不稳定，你发现没有？我觉得目前这女士的决策是对的，等一等，别那么着急。还有一点，女士，我觉得你做的有一点欠妥，就是你不能把人家游戏删了，这是她的一个爱好，这也是人家的权利。同时，你也不能干扰人家笔友，你跟人家笔友一样的，你反对人家删你的游戏，你就不能说让人家和笔友断了联系啊。事件不同，性质是一样的。是，就是你跟那个涵涵有一点特别像，你跑不了。涵涵是不断的自我催眠，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听听。他借给他那些朋友那10好几万，你着急吗？我只是想让他存住这笔钱。咱们先说这钱关你什么事儿？那是他婚前个人财产，你是有多想要这10几万啊？你才着急，你为什么不去要？我替你去要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都说过了，可以不用写我的名字，如果你要怕我花的话。你在设想什么？你在设想什么写你的名？所以你已经全部在假想我们结了婚以后怎么着？你一切问题的处理都以我要跟他结婚为出发点。我问一下，你们恋爱1年了，你管住他什么了？他妈妈说让你替他管他，他妈妈37年都没把他管成一乖孩子。他妈妈说你替我管他吧，你真管啊？1年你管住什么了？是他什么都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。所以你管得住吗？管不住。他妈妈说你替我管他吧，这顶高帽你戴吗？我现在不戴了。好嘞，我再问你一下，他跟他前女友到底是一起合伙贷的款，还是他前女友个人贷的款？他仗义上赶着还，你弄明白了吗？我都是听他说的。他还要还多久你知道吗？他要还多少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婚前借贷关系不明，你敢加？是，都是无底洞。但是你跑不了，你所有的出发点，你所有情绪的出发点都是我将来要嫁给他。我其实确实挺想进入下一段感情的，要不是现在把我的情绪整成这个样子，我也没想跟他分。这就是你管他的结果。但是现在我想跟他分了。你管他的结果不是他听话了，你管他的结果是你越来越崩溃了。我现在醒了。不是，我都其实深深的怀疑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呢。
喜欢他又不愿意让他管你，又不愿意听从他对你们生活的安排，甚至说你们共同存点钱，你都不愿意。其实他说那些东西我都能改，但是你要说钱这方面，我确实这个从小就花钱，可能也是习惯了。我感觉一时半会儿改不太过来。其实你喜欢他，就是喜欢他是个纸老虎。你和他在一起，你可以继续我行我素，继续过自己38年以来习惯的方式。你知道，这是其他年轻漂亮的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不会纵容你的地方。你喜欢他的就是这个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男人身上有他的优点，他在情感关系中相对是单纯的。是我一开始也是看上他单纯。对呀，咱不能既要又要啊。那这样一个单纯的、简单的，对于你曾经有一段那么伤心的过往，到现在还没走出来，你又有这样抑郁的情绪，甚至需要通过笔友来疗愈自己，你认为所有男的都能接受？你也知道，这个男人走到你身边愿意娶你，也值得珍惜，对不对？否则你纠结啥呢？人家没有孩子，清清爽爽、单单纯纯，愿意陪你一起疗愈，这不就是你喜欢他的地方吗？你也敞开一些心扉，不是所有男人最后给你带来都是伤害，你也敞开心扉去接纳一段感情，你也投入一段真正的感情去好好的包容他，因为他没结过婚啊，他相对比你来说在情感关系上是单纯的，在家庭责任和家庭角色上是没有你这样过往的经历的，给彼此一些空间，共同往前走。我还真挺希望有一天你们走进婚姻。那我能咨询任律师了吗？啊，咨询。任律师，我有一前女友，我前女友啊，当年在外头欠了一笔钱，不是我贷的款啊，是用她的名字贷的款，但是我给她担保了，是不是她贷多少，我就得还多少，如果她不还的话。对，你的担保责任就是这样的。对，但是真的是以她的名义借贷。对，你是担保人，但是我担保，你只要在担保期限内，那你肯定要履行担保。你担保了没有？我没担保。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，雷老师说的特别好。第一个，你提前女还钱还到什么时候，要还多少，这个必须弄清楚。我告诉他了10几万，就是不是我借的，是我那个之前的女朋友。你下次带着女士和你前女友一起把这事了了呗。那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既然你要走入新的婚姻和新的感情在一起，必须断，凭什么给他一直还呀？我们听着都不愿意。你仗义是你的事儿，你俩共同生活，钱是你们俩的事儿，断了能不能断？能不能不替他还了？可以不还了。啊，听着了吧？我们帮你落实这事儿啊。我看到了2个特别具象化的形象，一个是妈为女友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第一组小情侣的选择啊，他们是选择继续走下去吗？请开门。出来了，有什么说的吗？被几位导师们，这个算是骂醒了，确实准备就辞职跟他一起回到内蒙去了。回内蒙啊，不回青岛？决心嘛，就是直接回到他家那边。哎，这个有决心固然是好的，但是还要从现实出发，再好好考虑一下。毕竟这个工作呀、事业，它不是说一赌气咱就不干了哈，好好商量。我觉得至少有个态度，是吧，涵涵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其实也知道，就是我自己的缺点。无论我俩再怎么吵架，我每次和好都是我自己，就是在就是在劝我自己，都没人劝，就我自己在安慰我自己。我现在就是给他一次机会嘛，然后他也说不回青岛了，不想让我就是因为也说了，就是害怕，就是如果就是我跟他父母合不来，他不想让我受这样的事情，他说跟我回内蒙试一试。好吧，你看你男朋友还是仰望你的。好，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时刻，请拥抱吧，两位。哎呦哎呦哎呀！踮起脚尖来，多抱一会儿。这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男孩是挺会那个的，我都看不下去。好了好了，请开灯吧。还是有很多甜蜜瞬间的。好，希望你们能一直甜蜜下去，好吧？好，路还长，慢慢走，再见。好，拜拜，老师，谢谢导师，拜拜，拜拜。收看《爱情保卫战》的粉丝朋友们，福利来了！现在赶快拿出手机，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，添加天使福利官，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。我们精心为各位准备了奖品，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。赶快行动起来，赢取属于您的浪漫惊喜吧！好，那我们这对30多岁的情侣哈，他们会作何选择呢？来，请开门。他们在思考。没有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走了也是好事儿。其实可能两个人还没有找到和对方生活在一起的必要性，主要是也没有整合好自己的感受。对，希望我们都先爱自己，再爱别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金说法。婚前我们全款给儿子买的婚房，婚后可以让儿子和儿媳把钱还给我们吗？一般情况下，不能要求儿子和儿媳返还购房款。因为在结婚前，父母为子女购买婚房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，除非事先约定该购房款就是借款。根据民法典规定，赠与财产一经转移就产生了法律效力，不能随意撤销，除非出现以下3种情形：一、受赠人严重侵犯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；二、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；第三，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中约定的义务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感谢我们老师们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